在西北的沙漠里面测试超远程的反舰技术。无论一艘战舰上有50根发射管、96根发射管，还是100多根发射管，只要吃一发导弹就要失去战斗力。也就是说，美国海军的这种单舰发射管太多的设计，一旦打起仗来，这是个很大的弱点。只要挨上几发导弹，整个舰队的火力就会弹牙式的下跌。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解放军海军战舰多还是美国海军的导弹多呢？其实美国海军更难受。按照美国海军最近发布的数字，中国海军已经拥有了355艘主力战舰，超过了美国海军的305艘，成为世界上战舰数量最多的海军。奇特的是，355艘是美国海军在2019财年建设计划中的宏伟目标当时他们打算是用10年的时间来实现。如今中国海军帮美国海军提前实现了。有人在媒体发布统计数字，说美国海军不需要沮丧，因为美国海军的战舰比较大，总吨位更高，所以能够携带更多的导弹发射管。它进一步说明美国海军总共拥有10196根进攻型导弹发射管，而中国海军只有4168根。所谓进攻性导弹，主要指的是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一般不包括防空导弹。之所以中国海军船虽然多，但导弹发射管的数量就比较少，并不是因为我们造不出那么多的导弹发射管来，而是中国海军的战略定位。总体来说中国海军奉行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以保卫我们国家的领海为主要任务，兼顾海外的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中国海军不需要在全球各大洋展开霸权主义的行动，不需要跑到其他国家的海岸线附近向人家的首都发射巡航导弹。在中国海军的装备系列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战舰是小型的056型的导弹护卫舰，它的主要工作就是近海防御和巡逻，确实不需要像美国的阿列伯克级驱逐舰那样能够装96个垂直发射单元的。另外，中国海军还有一小批老款的战舰没有退役，比如051型或053型的战舰都没有采用垂直发射技术的武器系统，因此拉低了舰队的平均的导弹的携带量。老战舰的退役和新战舰的投入将使中国海军的导弹发射管的数量是不断的攀升。但是考虑到中国海军的任务，导弹发射管的总数超过美国是一件不太容易也没有必要的事情。海军战舰虽然看起来威风凛凛，但是维持庞大的海军舰队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不但军舰的制造非常昂贵，而且一艘战舰入列之后，每年的维持费用也是非常的可观。这些钱不但包括维护保养装备的，也包括养人。海军官兵出海之后都是要按天发放补贴的，一艘战舰上有数百名官兵，远航一次发放的补贴那也是相当可观的。所有这些都要求一个国家要把自己的海军规模控制在合理的程度。穷兵黩武不是中国干的事情。美国海军早就在为自己的穷兵黩武付出巨大的代价。美国海军至少有3个重要的战略方向需要部署主力舰队。首先是北大西洋，它要用来针对俄罗斯；其次是波斯湾，它要针对伊朗；第3个当然就是西太平洋，它要针对中国了。如果北冰洋的冰盖消融，美国海军可能还要考虑第4个战略方向。这一切都让美国海军的300多艘战舰捉襟见肘。按照现在的部署美国海军大概要保持40到60艘的战舰作为机动的兵力，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调配。这就意味着，如果中俄同时出击，美国海军的战局立刻就要面临崩溃的危险。美国海军的主力舰的吨位都比较大，与2战结束前的大舰巨炮主义是一脉相承。我们都听过一句话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对于军舰也是一样的。如今中国拥有强大的反舰能力，无论是飞航式的反舰导弹还是弹道式的反舰导弹都很成熟。中国还专门研制了移动式的靶船，在西北的沙漠里面测试超远程的反舰技术。无论一艘战舰上有50根发射管、96根发射管，还是100多根发射管，只要吃一发导弹就要失去战斗力。也就是说，美国海军的这种单舰发射管太多的设计，一旦打起仗来，这是个很大的弱点。只要挨上几发导弹，整个舰队的火力就会弹牙式的下跌。而且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导弹的威胁是越来越大，特别是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发展，甚至让一部分美国人有了国家安全危机的感觉。今年8月，中国有关的科研单位实施了一次回收性的空间飞行器的试验，但是美国方面却言之凿凿，说这是一次高超音速的亚轨道轰炸武器的实验，
高超音速导弹或许还无法打击海上移动的目标，但是可以用来打击美国的军港或机场，让部署在第一岛链甚至是第二岛链上的所有的美军的基地都不安全。如果基地的油库、弹药库、航材库和其他的飞行保证设施被高超音速导弹击毁，那美国海军有多少发射管、有多少军舰都是白搭。所以就让美国海军一个一个的去计算导弹发射管的数量去吧。中国的崛起和新概念武器的出现，已经让美国海军的作战理念和传统优势逐渐的瓦解消亡，它的炮舰政策也日薄西山了。好，这句话呢就说到这里。